也许大家早都知道游戏里的这种标记是盗贼留下的，不过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的是，最初使用这类标记的并不是盗贼团伙，而是流浪汉。那具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废话不多说，今天咱们就来讲讲这盗贼标记的来龙去脉。首先我说这种盗贼标记最初是被流浪汉们先用起来的，其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中世纪的欧洲流浪人口比较多，不管是瘟疫、战乱还是自然灾害，都可能导致普通老百姓流离失所，四处逃荒。而当时欧洲社会并没有像现在一样用完善的社会兜底制，所以很多逃荒的老百姓就只能底层互助，过着四处流浪和乞讨的生活。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昨天我在一户有钱人的家里讨到了一块面包和半根香肠，那我可能就会在门边用小刀或者炭棒留个小标记，告诉后面的同胞们这家人心善，能讨到吃的。又比如第二天我去一户农场主家要吃的，结果被一顿棍棒给赶了出来，还差点被看门狗咬到。所以为了警示后来者这里危险，讨不到吃的，于是我运用粉笔画了这么一个简单的标记，来告诉后来的同胞们要避开这家。而且大家要知道，在中世纪大多数人都不识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文盲多大多数人除了只会听说以外，读写能力基本没有。而且那时候教育读书都是达官贵族的特权，游戏里你也能看得出来，一本书多贵普通人根本读不起。所以这种简单易懂的符号就可以在流浪者中间流行起来。此外，更重要的是，在相关的历史文献中也记载了流浪者群体内部的通信暗号。比如德国犯罪学家 Rudolf Servietz 在1960年编撰的犯罪学手册词典中就明确指出，这种标记在最初就是流动人口、旅行者所使用的信息标记。这些最早的符号往往只是简单的方向箭头，用来提示后来者路线、距离，甚至是否带着孩子，更像是行走在路上的低成本互助信息。但是问题来了，这种流浪汉或者旅行者标记为啥后来却变了味儿呢？成为盗贼们用来踩点的工具了。那么这里就不得不引出16世纪这个关键的转折节点。为啥说它关键呢？因为在16世纪之前，普通人沦为流浪者其实就是灾后常态，大家都是苦命人，社会也不给兜底，所以这种暗号标记就成为了流浪者们底层互助的一种生存指南。所以当时社会对于流浪汉群体的容忍度相对较高。但是到了16到17世纪，欧洲地区随着国家权力的集中，城市治安体系的形成，流浪者群体就成为了统治者眼中的不稳定因素，系统性的敌视开始出现。比如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颁布的流民法就明确提到，流民使用某些标记暗号，在房屋、旅店、树木等地方留下痕迹，被视为治安威胁。所以到这一步，并不是标记本身变了，而是原本属于流浪者的生存指南第一次被当成了治安问题。而另一方面，盗贼团伙确实也在吸收和完善这些流浪者们留下的互助标记来实施盗窃。比如某些符号开始详细描述房屋的防御不落点，比如晚上接驾名人内家单身女性等等。而到了19世纪，随着大众媒体对犯罪的持续渲染，这些本就已被盗贼吸收利用的符号被进一步简化成了盗贼的秘密语言这种统一叫法，所以公众记住的只剩下他们与犯罪的关系。直到近现代，这种所谓的盗贼标记开始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这背后原因首先是文盲变少。随着学校教育的普及，大众识字率的提高，这些标记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见了直接拍照报警，盗贼很难再有可乘之机。再加上警察制度的建立和城市监控系统的出现，你想偷摸在别人家门边上画个什么标记，家庭保安摄像头他看得清清楚楚，说不定还没等你画呢，警察就直接站你身后了。尤其是手机互联网的出现，在别人房子外边画奇怪标记，还不如发条短信来得更快更安全。不过虽然盗贼标记慢慢消失了，流浪者标记却依然存在。而且最近1-2年这些属于流浪者的生存标记也更新换代了，改用2维码了。比如说
最近几年国外流行起来的靠扒火车四处旅居流浪的数字游民，就利用这些二维码寻找补充物资的地方，比如哪里有免费的食物和饮用水啊，从这里需要诱拐啊，那里有恶犬啊，直接扫个二维码就能看懂前辈们留下的重要信息。你还别说，这个二维码替代传统的生存标记确实还挺有意思。但这种流浪者标记在盗贼标记逐渐消失的同时，却一直留存到今天，这背后的原因也许比符号本身更有讨论价值。所以我这里呢，主要总结了以下2个方面的原因，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那么一方面就是它不与秩序发生正面冲突。流浪者记号本身是作为群体中间的生存互助工具，是告诉下一个流浪者，这里能要到免费的面包和零钱，那里主人很凶，家里还有恶犬，下一个绕道走，别要这家了。它不构成对于他人财产的破坏和盗窃等犯罪行为，不是犯罪工具，所以社会也包容和默许。另一方面，这些标记也好，二维码也罢，这些信息价值依然存在。这些标记可能对于普通有收入的人来说没什么用，但对于那些居无定所、四处流浪的流浪者或者短期工而言，如果社会不给他们兜底的话，这些标记就是不可替代的生存向导。毕竟能要到吃的，有谁愿意去翻垃圾桶呢？能找到免费的地方住，谁又愿意去睡桥洞呢？所以盗贼标记的消失是因为现代社会不再允许公开的秘密犯罪，而流浪者标记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是因为这个世界始终有人被迫生存在秩序之外，而流浪者们永远需要彼此。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别忘了点赞、订阅和分享哦。我是 Gavin，我们下期见。